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上周五美股继续了反弹行情，上涨幅度达到0.13%。那么整个上周的表现呢，都处在一个反弹的情绪当中，并且道琼斯工业指数在6月2日的这一天，也就是10天前就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连续5个交易日的震荡 K 线，这些震荡 K 线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叫做妖怪 K 线。这些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上方预期的一个判断，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但整体来看呢，在6月2日的悟空阳线的影响下行情有继续上行的可能性，并且上方已经出现了符合江恩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的一个结构。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本周是有可能出现新高的。这个新高指的是突破前方34712也就是22年12月13日的这个高点是有可能被突破的。那么突破上行之后美股可能会走出一轮新的牛市行情。与美股恰恰相反的是在6月5日的这一天，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也是标志性的悟空阴线。这根悟空阴线下跌阴线呢，源自于美国 SEC 起诉了 Binance起诉了币安。行情走出悟空阴线之后，目前比特币相对于美股出现了背离。美股强势，但比特币已经走出了一个弱势格局。那么行情走出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几根 K 线呢，都是干扰性的 K 线。虽然之前我们看到6月6日的这一天走出了一个对称性的上涨，但是悟空阴线依旧存在。行情后面的这些干扰性 K 线结束之后，我认为下方可能会走出八戒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完成本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目前在$26,000附近呢，是由144日均线苦苦支撑，但这个支撑位我认为是弱势的。本轮行情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支撑，它的均线系统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处在一个开口较大的一个它的距离是较大的一个区域上大概是$26,000和这个$25,000附近这样大概相差$1,000，开口是较大的。我们看前面一次上涨行情启动在3月10日前后的这轮上涨，那144均线和169均线是出现了一定的粘合，然后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本轮行情它在下跌过程当中打的144均线虽然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它和169均线距离$1,000，所以呢下方仍然有机会在这个$1,000的势力范围走出日线级别的八戒阴线，那下方有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样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周线的这个角度来看4月17日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行情走到至今为止，在上周走出了一个八戒阴线。那么本周呢是处在八戒阴线组的势力范围，下方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有可能完成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我们看到这一轮下跌行情是非常有可能同上涨时间级别相对称的。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月9日这周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就在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有可能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但在完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呢， SEC 起诉了 Binance 平台，这对币圈构成了非常强烈的利空在这利空影响下，我们在4月17日看到了悟空阴线在上周被起诉之后看到了八戒阴线，那下方呢就有可能出现与上涨时间级别对称、方向相反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预期呢是在$22,000附近建立，因为$22,000附近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线，这个支撑线呢我在另一个交易对BTC 和 USDT 在币安平台的现货交易对上在这个交易对上我画了出来，就是在20年7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22,000附近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那么这个支撑位是有可能在这轮行情当中被回踩到的。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这是非常有趣的在前面行情当中，在20年
21年6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这个支撑位上得到了一个启动动作，然后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日线级别的这个两条重要的均线，突破之后呢，上方受到压力，这条压力线非常明显，源自于22年10月份连过来之后在这个压力线的作用下快速下行。那么目前以太坊已经领跌于比特币，然后回到以太坊本身的结构当中，以太坊本身的结构和比特币是非常类似的。然后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4月19日走出悟空阴线之后，我就说这里是一个标志性的下跌趋势的信号有了悟空阴线之后走八阶阴线组，这里八阶阴线组走的非常复杂，然后走沙僧阴线组，这样呢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3部分已经完成，最后一部分呢是唐僧阴线可能会让以太坊到达$1600附近那最终呢我们会看到下方的一个周线级别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500$1500是在哪里呢？是由前面1月份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箱体的底边线的位置大概位置是在$1500附近，这是以太坊的目标点位。那么再次来到 BNB 被 SEC 起诉之后的 BNB，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结构就是收敛三角形，窄的收敛三角形运行了2年光景，这样的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呢，对$240到691这个高点位置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缺口进行了不断的回补。这个回补动作我们看前方它打到这个691，打到低点233之后，一直围绕这个缺口进行震荡回补动作有些位置是突出了一些这个不要过度解读，行情当中你要用模糊的结构来解读行情，你不可能上面这个高点没有办法连过来形成收敛三角形就是一个结构，一定要画出接近的覆盖点位最多的这个收敛结构，在这样的一个收敛结构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能够找到焦点位置，大概是在5月20日。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依然算是焦点位，我们认为焦点位相当于黑洞，就这一观点呢，我在前几天行情解读当中就给出了，焦点位容易把价格吸引下来，它是一个黑洞吸引过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 BNB 出现了连续的下挫行情，那么走到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低点$220，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我们认为这个位置是略有支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见证了22年21年3月份至今它的一个平台期大概就在$220。这个位置支撑跌破之后，下方空间将要被打开，因此呢 BNB 在完成当前行情当中的日线级别下跌洗油之后今天它已经完成了日线级别下跌洗油，有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的这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之后，它的下方空间就要被打开，但是行情我们要辩证的解读，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很可能做什么动作呢？是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动作，特别是在$220前后，它是有机会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的，因为它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大时间级别的下跌吸油。我们看日线级别它已经完成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非常符合 K 线吸油战法当中的4次规则，4轮下跌，4个轮次的下跌，这个下跌过程要通过合并 K 线去解读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有可能做4小时级别反弹，但是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来看，那上周行情当中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已经产生，那么下方呢就有可能走出本周有可能走八阶阴线。那么下周呢，可能走沙僧阴线，最终完成唐僧阴线，它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预期还在这里。那么我们说了BNB 目前是有可能对前面行情当中从$43到$220这样的一个快速上涨过程进行对称性下跌的回补的，这也是它唯一的一次机会。因为我们知道7月份以后的行情，7月中旬以后的行情，很可能就要很快找到这样的底部，然后重新开始牛市了。那么 BNB 这轮行情当中，最终的低点有可能在6到7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产生。所以呢，对于空头来讲，目前是一个继续有仓位的话继续做空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于多头来讲，耐心等待行情可能有更低的位置把仓位拉满。那么在 K 线吸油战法当中，有这样的几点就能在趋势当中获利。首先呢，要辨明趋势，目前是下跌趋势，上涨呢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可以在仓位上进行布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第一点把握趋势，第二点呢是控制仓位。
那第三点呢，就是设置合理的止损，这样呢，在把握方向、找到位置、控制止损的情况下，最终呢，你可能获得整轮牛市带给你的利润。那么牛市呢，我认为在7月份之后就会很快开启。虽然现在币安被起诉了 SEC 让 BNB 快速下杀，但是牛市启动之后，我认为 BNB 是有机会突破$1000的。那么今天重点关注的山寨币呢，还是 Lina 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昨天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今天继续走8节阳线这个位置上，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小时线级别的50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1440均线和169均线今天早上给会员群朋友推荐的现货就是 Lina。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再次重申，50均线、10日均线突破11440均线、突破169均线之后，在小时线级别的这里的突破之后，是一个行情对于 Lina 来说重新启动的信号。那么止损位可以设置在0.012这样的一个黄色线144均线附近甚至在这个位置上之后如果跌到这里立即止损出局。那么行情对于日线级别的 Lina 来说，我们看到之前走了一轮悟空阳线、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犀牛，然后下跌的过程非常凶狠，对称性的下跌，悟空阴线、8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最终的唐僧阴线。然后在日线级别的1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大概是在0.01附近得到了支撑。那么在日线级别上重新开启了一个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今天走出了8节阳线。虽然 BNB 带动整轮山寨币出现快速下杀，但是我们认为 Lina 处在一个强势的位置，所以呢，今天它走出8节阳线之后，我们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今天早上就在 VIP 给出了一个布局目前大概获利6个点左右。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我的这本书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